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5年严苛自律，白敬亭从清冷少年到肌肉型男，这反差绝了。最近几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只要一看到白敬亭，画面就已经完全不对头了。并不是在《明星大侦探》中扮演穿着宽松卫衣、满脸纯真的梗王的人，不是《匆匆那年》中的那个白月光少年，就是肌肉，而且是全开麦级别肌肉，结实的手臂，明显的腹部肌肉，每一张都是直接砸向你的脸。穿上黑色背心之后，在灯光下一看，手臂上青筋暴起，肌肉线条十分明显，几乎要把屏幕给撑爆了。更狠的是前些天的一组湿身白衬衫照片，浸透的白衬衫紧紧地贴在后背上，直接把流畅利落的背肌线条全都勾画出来了。宽肩薄背的双开门身形一览无余，清冷干净的脸庞配上结实有力的后背，网友们直接给他的新名是行走的荷尔蒙。但问题来了，就在几个月之前，人们还戏称他是娱乐圈里最瘦的男明星之一，甚至有人害怕他会弱不禁风。而这一波肌肉展示，则直接把粉丝以及路人的神经都给崩开了，在评论区也瞬间被刷爆了。有人认为他练得过猛了，有点像韩东君那样的全身肌肉型的；有人认为以前的校园男神现在已经变成了肌肉型男，一身腱子肉让我很害怕。还有的人直接崩了，我直接嘶哈嘶哈。白敬亭这次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忽然想到要开始锻炼身体了，这是经过精心布置的一次蓄意而为的人设爆破。早期的白敬亭是依靠少年感以及幽默感而走红的，在《匆匆那年》中他就是白月光，在《明星大侦探》中他又成了接梗王，观众对他留下的印象就是有趣的人。但是娱乐圈就是个修罗场，如果一个演员被贴上了谐星或者偶像的标签之后，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的话，那么很快就会被后面出现的流量所替代。白敬亭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演技水平，而是因为他在表演的时候选择了以自己的身体来作为最直接的表现手段，并不是说我要转行了，就是直接教给你看。你知道他从58公斤增加到了75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啊？17千克的纯肉，身高183厘米的大个子男人，硬是把纸片人给塞进了自己身上的肌肉铠甲中去。而这也只是临时抱佛脚某个健身博主揭露了前后对比的数据。在开端时期的清瘦少年变成了现在穿衣服就显瘦，脱衣服就有肉的状况。5年来体脂率一直保持在12%左右，5年之后体重会减少到原来的80%，并且体脂率降低到12%左右。这不是临时抱佛脚吧？明明是在健身房打卡，上班都比这还要准时。有人说，只不过是锻炼一下肌肉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知道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肌肉本身，就是用反差感这3个词来说明。白敬亭的肌肉线条并不是健身房里那种僵硬的肌肉，也不是因为运动而变得臃肿不堪，而正好处于少年感和男性荷尔蒙的平衡之中。32岁的人看上去很年轻，身材也很健硕，这张脸依然是当年的样子，但是换上新衣服之后，你认为他是一只小奶狗，其实他都是肌肉组成的。反差所带来的冲击力要比直接卖肉要高很多。更厉害的是，就连训练细节都和你玩起了反差。有记者问起他可以做多少次卧推时，他说：“实话实说，不做什么卧推。不喜欢把自己做得太过分一些，在平时生活中我做的最多的运动就是俯卧撑，但是实际上俯卧撑只是一种保持体型的基本运动而已。
他的身后有着系统化的分层训练，每天只对一个部位进行强化，做引体向上、深蹲、硬拉等等。拍摄前72小时内要进入极致备战状态，停止饮水和进食咸食，只吃水煮食物。如果说只做俯卧撑，就和学霸说自己回家从不学习是一样的，相信了就会输掉。我认为白敬亭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健身这件事情变成了一次无声的宣言。我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接梗的男生，我也拥有演员所具有的硬核实力。这是非常严格的饮食、锻炼以及对各种诱惑的抵制所造成的。很多粉丝看完视频之后感叹道，他本来可以用长相赚钱，但是却要用身材来证明自己。双引号。但是我认为这句话说的倒过来了，并不是因为一定要比别人瘦一点。他很清楚，单单依靠一张脸是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的。娱乐圈从来都不缺少好看的面孔，但是能够把一张少年脸、一副猛男身缝合在一起，并且能够让观众感觉到这就是白敬亭的样子的，目前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就整个行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次的操作又正好抓住了当下审美升级的机会。观众对于白幼瘦这种单一的审美已经感到腻烦了，反而更喜欢那种具有力量感的男性的形象。但是也有人会说，这只是一次营销炒作。但是我要说一句，能够提供这样硬货的艺人本身就很值得被尊重。时间是不会撒谎的，汗水也不会欺骗任何人。白敬亭用一节节的肌肉把自己从综艺咖中拯救出来，并且直接进入了硬汉演员候选者的行列。最后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会选择哪一个能够接梗的白 rap， 或者是这身腱子肉的行走的荷尔蒙呢？评论区见。